好，回到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的是美国陆战队和日本自卫队在日本众议院大选之后啊，他们就立刻展开了年度的军事演习。这个年度的联合演习呢，它的代号叫铁拳，一路呢要持续到3月9号为止啊。那么今年演习的重点呢是锁定在日本南西地区诸岛的离岛防卫还有夺岛作战。那美方呢这一次出动了800名的陆战队员，还有2100名海军官兵。日方则由陆上自卫队以及海上自卫队啊，总共出动了大概2000人来参与这个演习啊。演习的亮点呢是素有日本版海军陆战队之称的陆上自卫队水陆机动团，他们旗下的第3水陆机动联队首次加入了这个演习，那向外界展现他们快速反应的能力。好，这个联合演习呢，其实除了强调在离岛防卫的战力之外啊，蔡老师觉得是要向外界特别展现或表达什么样的战略意图？第一个，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水陆机动团啊？一般我们把它说是美国版的海兵队，就是 Marine。可是两个的概念是好像有点不大一样，因为我看到以前弄不懂，我就去问那个3个星星的，怎么不一样？问我星星啊，因为水陆机动团它是说夺岛，也就是我的岛被人家夺了之后的话，把它夺回来。但是美国的 Marine 是一个攻击型，而且美国 Marine 是一个远征型的，世界不管哪个地方它都可以去的。还有的话，日本的水陆机动团是属于陆上自卫队，那我们是海军陆战队，两个又有一点稍微不同，这是组织上面的。它是隶属于陆军的，对，这个两个有点不同。那我用几个手板来去给各位观众做一个解释。这个是水陆机动团他们的官网。那这个官网你会看到，这个看起来对我们讲还蛮熟悉，很像美国的什么就是 Marine Marine 那一种感觉啦。然后铁拳就是这个东西，这是他们的一个铁拳。这里他也有讲，我们的水陆机动团是为了要夺回岛，我们的岛被人家拿走之后把它夺回来，这是第一个定义上不同。那日本事实上他们不管什么演习，他都会讲得非常的清楚，他必须要告诉他们的民众，就官方嘛，那必须跟他民众说我们在做演习，要做什么演习呢？演习在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个叫做铁拳的话，就2026年8月那个1月的时候，他就会讲。那讲的话，他就会讲年月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就很巨细靡遗，很巨细，他去跟他的民众去讲，因为不然日本的国民他会抱怨的，对，抱怨的话，因为更细的，这个我觉得很好玩。为什么更细？他要跟他们民众讲，各个县市去讲，我们总共演习这一些东西哦。我们这个东西，不管这是哪一个基地，内容很详细，很详细。而这是官方版本哦，大家都可以去看的。不管是哪一个岛，他也会知道我这个岛是做什么跳伞活动，或是说登陆的活动，或是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要做些什么因为太多了，我就再用这2个去做解释啊。那就会讲像是 Okinawa。他有跟他讲，我们Okinawa 的话，有在什么岛，在什么地方会去做什么这些东西，所以他表现的是我们有夺回岛的一个概念，而且他特别强调叫西南诸岛。那这个西南诸岛的话，还是针对中国大陆的人民解放军，因为它不是针对北韩，也不是针对所谓的一个俄罗斯，它只是要告诉对岸的人说，我们的能力事实上也有办法拿回来的。所以他这次出动了这个第3。就是水陆机动联队，主要展现的，你刚刚讲说是夺岛决心，是因为他们先预设了有可能未来有一天冲突发生的时候，这个岛，比如说属于日本的西南诸岛当中其中的一个岛，或者几个岛被解放军所占领，他们要夺回来，是这样子吗？是这样没有错。而且在之前的话，他们最近也在做一个概念，撤岛。就是必须要把这个岛民先把它撤离之后，他不会说我又一边要保护岛民，又一般去跟对岸的去一个作战。只要把这些全部都撤完之后，他就可以全力去做一个反攻。而且他们有发现呢，现在人民解放军他现在的一个打法跟2战的时候日军的打法会非常的像，就是在什么点，所以人民解放军这个做法是跟过去的像，但是他们有告诉我们一个概念过去日本曾经在世界上夺了很多的岛，这是坏的事情，这我们知道是坏的事情。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去防守。人民解放军的话，他会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点，也就是说，好吧，你一个岛，你可能就1天2天，你把我占领掉，但是你没有办法防守。我们以前就犯过同样的一个错误。这边的力量是要告诉对岸，我们希望说不要有事情，我有这个力量把它夺回来，所以我们就大家相安无事，抑制战事不要发生。它展现的是这个概念，并不是说我要去侵略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它是要
不要事情发生。了解，还有一场演习哈，这个也是这个联合的军演啊，就是美军跟日军除了联合演习之外呢，现在也看到跟英国、澳洲的空军啊，这是在美国的内华达州完成了这个红旗军演。那这次军演呢，集结了将近有3000名的官兵，还有100多架的飞机。美军首次派出了 F-35B 扮演的是解放军的歼35，很明显的就是针对如何在空中应对歼20跟歼35战机所带来的威胁。而这次的军演还结合了空中、网络跟太空战场的情境来进行模拟跟作战演练。这次军演的盟军打击部队呢，是由美国跟澳洲 F-35战机，还有英国的台风，就是飓风战机所组成。任务呢是先打击敌方的关键基础设施，接下来再摧毁这个雷达跟防空系统哈。我先问一个实际的问题啊，因为包括了美国、澳洲还有这个英国啊，那多国的军机在真的状况发生的时候是如何来协同作战？这个要请教一下林老师。这一边的话，其实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协同作战，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们的一个空战的网络。因为其实现在我们讲战斗机，它不是一架战机，好像我们看电影这阿汤哥啊，2架飞机在那边做这个 dogfight， 在这边做这种缠斗，已经不是这样的空战了。现在的空战反而是我一架这个可能是 F-35，但是它主要是一个传输的节点或侦察的节点，因为它是逆中的外形，所以变成说它可以就是飞得更前面，然后它可以去找到敌人的时候呢，把一些电子讯号传回到后方，让后方的这一些可能 F-16、F-15来进行这空中的战斗。所以其实现在我们讲的是一个系统式的一个对抗。那这一次刚好我也有这个2月初刚去新加坡航展嘛，对，新加坡航展其实中国就有去展出这个歼35的模型，然后我们也看到了 Anduril 的这一个创办人拿尺去量啊等等的。可是说实在，他那个只是一个摆拍作秀啦，因为其实第一个那是模型，第二个是现在的空战已经不是去看这一架飞机的外形了，因为其实我们就知道歼35它主要是因为它逆中的话，第一个是涂料。再来就是发动机，你在那量模型的外形，说实在那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的。可是其实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今天的是不是可以完整的去模拟出解放军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实力？我个人会认为，如果你用歼35来做的话，或许可以去模拟一些空战动作。但是现在空战比的真正的是一个电子作战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们所谓的 system of system， 一个系统对抗。美国可以去完整的去模拟出中共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模式吗？我觉得这一点或许是打上一个问号。但是这一点不代表说他们的这个演习是没有作用的。其实现在就美国来看的话，它甚至有非常多的一些不管智库也好，甚至是一些空军相关的情报单位等等的，他们都非常的专注在共军研究，因为他们也会希望知己知彼。能够多了解解放军这一边在空中战场的一个发展，那对于他们未来的一个空战，绝对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能够占取优势。对，那所以说，其实今天我们来看歼35跟 F-35B 两者之间是不是谁的战力比较好？说实在，现在的2架比的已经不是单机对单机，而是一个系统对系统。那这个系统对抗的话，甚至也不是只有空中空军，甚至还包含了太空，对，甚至是海上相关的这些相关的感测器等等这一些。所以其实现在来看的话，我个人会认为，除了看单机之外，更要把这个目光战略的角度更要放大，甚至是看到太空或者是无人的战场。因为在这一次的新加坡航展里面，非常多的国家都有去展出相关中程僚机。那所以其实中程僚机要去依赖的，就不是飞行员的技术，而是你飞行员他是不是可以去除了飞得好之外，他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战场管制的人员？对，确实啊，这个拿 F-35B 来模拟说歼35啊，就是单一的看这个战机的战力，恐怕大概顶多能够确实看到一些，比如说优势或是短板。可是呢，比的是整体战力啊，因为先前的印巴空战大家记得吗？其实呢，就不是只是看单一战机它的这个战力的突出或者是短板在哪里哈。那当然，这个谈到军演呢，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了一件事情，他说2025年12月底呢，解放军在台湾周边举行了这个正义使命2025啊，在这个军演期间呢，解放军有一连串异常危险的飞行动作，包括了有一架歼16战机对国军执行任务的 F-16释放了干扰弹。那第二起事件呢当中是看到有一架歼16非常靠近的飞在一架台湾这个 F-16的后方，基本上已经处于开火的位置。第3起事件是在台湾西北空域，一架歼16紧贴在一架轰6K
的下方飞行，采取所谓的寄生技术。那么当然，这个就是不希望被台湾的雷达发现。而当被发现的时候呢，飞行员呢就将战机侧翻，展示机腹挂载的飞弹。那《金融时报》是这样评论的，他们说呢，这不像专业战机飞行员应有的行为，比较像是黑帮分子当街亮枪。当然，这个话说得很重哈。不过猜测哈，这个应该要做这样的动作之前，是不是已经他们内部也有先前推演跟讨论过？可是这种施压动作背后的目的，我们怎么看？还有如何去思考？应指导，黄老师。首先啊，如果这3件事情都是真的，那我觉得我们政府应该要先查一下泄密。政府怎么不先跟我们台湾人民讲，反而是外媒的记者先知道，先报道回来？对，这中间时间差是多少？各位如果还记得以前中国大陆的这个它的导弹飞越台湾的高空上空，结果我们也不知道啊，是日本先讲了，我们才知道原来有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把台湾人民的安全当成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的资讯披露在这个方面，如果可以公开的话，先对我们公开，不要先对外国人公开。当然，如果这件事是假的，那我们今天坐在这边讨论干嘛？对。好，但是话说回来，因为主持人问的题，我不能不回答。因为那个动作，如果照《金融时报》报道的话，其实是蛮危险的。是的，因为这真的有可能在空中就擦枪走火了。所以我们应该有心理准备。原来两岸已经紧张到这个程度了，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对，没错，不是那个地图上几条线或那个方框框共机在这边来来去去，不是那么简单了。我们要赶快知道。好，很快回答一下您的问题。这个2025年其实大家都知道，就2个目的嘛，一个就是政治的目的，一个就是战略的目的。政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外国想要干预台海的那个政治决心越低越好。所以我把台湾包得紧紧的，我的军队就在这边来来去去，我的海这个 Coast Guard 也在这边来来去去，看你要怎么办。对，啊，那另外当然还有就是法律战，还有心理战，特别是法律战，你可以看他那个区域都已经把台湾周边的领海或者澎湖的、金马的都框进去了，这不是法律战。那什么是法律战？好，那战略上面当然很快讲，就是说，包括拒绝这个外部的这个军事介入啊，然后另外当然还有像这个在台湾这边要做很快的这个压缩台湾预警时间的这个演练，不要让台湾民众觉得哇，从开始然后到真正转为准战争还要一阵子，可能很快，所以中国大陆我觉得他一直在试这样的一些做法。那至于台湾到底风险如何，我只能说很多的西方智库都认为风险不低，没有人认为是低的，但是是不是高呢？这个就要看每个智库自己的评估。我只能说，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就是两岸军事上的接触，如果已经像《金融时报》讲这么的接近了，那么风险绝对不会是低的。我个人会把它列为中，至少是中。那再来就是说，政治上能不能解决？有些事情其实政治上可以解决，就解决了。譬如说，以前我们去撤退这个大陈，怎么解决的？当然是政治解决啊。是，所以解放军没有打我们国军，我们把大陈的人撤回来。好，那所以政治有时候可以解决，可是现在两岸政治能不能解决？不能解决。没有政治沟通的管道，互相在指责对方。所以在没有政治沟通、政治解决的管道之下，军事又越来越接触的频繁、危险。那么风险，我只能说，过年了，应该希望风平浪静。对，但是我看来年之后，中共的这个演习，大概上半年、下半年各一个，说不定短期内会是常态。是，所以我们只能皮绷紧一点，小心看吧。真的还是要小心为宜啊！这个随时要有居安思危的风险意识，尤其在2026，虽然中美看似是比较缓和，但是呢，中美台3边互动关系会不会又因为擦枪走火的产生了一些变数啊？千万在军事之前，其实可以用政治方式先解决，免得就像是俄乌战争一样。等一下回来就来聊俄乌战事。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